这种看上去有些羞怯的小动物是穿山甲。2019年底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迅速扩散，随后肆虐全球。穿山甲因为疑似该种病毒的宿主，一度登上热搜。这种鳞状食蚁兽是否携毒，目前尚无定论，但数年前在野外还很常见的它们，如今却几近灭绝。据统计，过去10余年间，全球有超过100万只穿山甲遭到偷猎和非法交易。画面中这些密密麻麻的片状物，就是近日深圳海关查获的重达11.9吨的穿山甲鳞片，其中大部分被运到了中国。穿山甲的命运正是众多濒危野生动物的缩影，它们缘何招致杀身之祸？尽管现代中国以西方医学体系为主导，但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一直受到民间欢迎。进入21世纪后，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，养生、食补等传统中医的相关实践开始复苏，中医迅速发展。根据百度百科，传统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，同时使用中药、针灸、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，令人体达到阴阳调和。中医一直有使用野生动物入药的传统，中国医药研究专著《中华本草》里共收录了动物药1000余种，其中包括野马、豹、白鳍豚等濒危珍稀动物。据我们统计，在武汉地区，包括在整个湖北全省，应用中医药进行救治的患者已经达到90%以上。针对此次新冠疫情，中国国家卫健委推出中医诊疗方案，被列入推荐处方的痰热清注射剂成分中就包含了熊胆粉、山羊角等动物药材。实际上，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加入了旨在管制野生动物国际贸易的华盛顿公约，并在国内立法保护野生动物。但是近年来，中医药产业迅速发展，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。仅靠一纸禁令，显然效果成疑。据报道，中国已经成为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。翻开野生动物走私名录，排在前列的往往是被载入过药典，据称对人体有奇效的物种。穿山甲阴茎鳞片在权威著作《中医药典》里有通经下乳、消肿排脓和搜风通络的功效，曾被标价每公斤450美元，已成为地球上被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。中华穿山甲和这个马来穿山甲，它是极度濒危，那确实是比大熊猫濒危。虎骨和犀牛角尽管已被中国官方从药典中剔除，但它们可以治疗从发烧到阳痿的各种神奇功效，仍然深入人心。以野生虎为例，世界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指出，中国有2%的人口使用过含有大型猫科动物成分的药品或者保健品。在20世纪初，全球野生虎的数量还在10万多只，短短1个世纪，95%的野生虎已从地表灭绝。有买卖就有杀戮，野生动物在被非法盗猎的过程中还经常遭到虐杀。以非洲毛驴为例，由于中国人对阿胶的巨大需求，毛驴的价格一度飙升5倍，盗猎和虐杀行为激增。 Now we found them slaughtering them. They will use a hammer. They'll hit it on the forehead or from the back of the atlas vertebrae or the axis, whereby it will fall down, and they will use a knife to slit the throat. 为防止偷猎，中国政府在国内批准建立了野生动物人工养殖基地。但有证据显示，许多动物在养殖场内遭到虐待，动物器官被贩卖到黑市。专家认为呢，这个野生动物它在驯养繁殖过程中对野外野生动物的伤害非常大，同时呢，它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公共安全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当然认为应该全面禁止养殖野生动物，特别是以商业目的养殖野生动物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，在国内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同时，还通过“一带一路”项目，在沿线国家建立中医院、博物馆以及药用动物园，将中医药推销到全世界。习近平指出，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，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，推进产学研一体化，推进中医药产业化、现代化，让中医药走向世界。2018年10月，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。
全球野生猫科动物保护组织 Panthera 的首席科学家古德里奇担忧，世卫组织对中药的认可将把濒危物种推向灭绝。那么，中医使用野生动物入药是否必要？虽然业内人士认为野生动物原料被替代会导致中药药力和作用下降，但有医学界人士质疑，动物入药不但缺乏科学根据，而且可能导致人体过敏甚至中毒。而一些动物药的成分，如熊胆、穿山甲鳞片、犀牛角等，早已被证明可以使用人工合成替代品。除了野生动物入药问题外，由于受到中医推崇的食补、养生、以形补形等理念影响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，野生动物还被直接搬上了餐桌。即使吃出了 SARS， 也没能吓退一些民众对于野味可以补脑、补肾、壮阳的迷信。新华社援引调查数据显示，中国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生动物被卖掉。我觉得从法律、教育和公民的这个道德心的培养方面来管理这个社会，会减少很多吃野味、伤害野生动物的这样的行为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，由于病毒源头初步推测与野生动物有关，中国政府已于2020年3月全面禁食野生动物。动物保护组织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的同时，也敦促中国停止动物入药行为。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总干事周飞说，保护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是为了保护其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，而不是作为食用或药用的资源。毕竟没有哪一种文化或传承值得以一个物种的灭绝为代价。